到了，先生。好，谢谢。洪先生，等你很久了，只要把东西交出来，我保证不伤先生性命。洪先生笑什么？因为一天得不到东西，就一天不会杀我。洪先生错了，您不该来这儿。你该明白，我宁愿杀你，也不会让你把这件事情告诉里面的人。我们中国的国宝，我不会交到日本人手上的。洪先生，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怕死。佩服。动手吧。事关生死，洪馆长再考虑考虑。等云开月明之时，我希望洪先生能重新做出决定。
嘛呢？到了龙城，真正的目的是保护这个人。洪泉，博物馆馆长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你确实需要有人帮助的话，可以试着去找这个人。程旭。云开月明，时间到了，您的答案。你们永远都别想得到那件东西。我只能说，很遗憾。你是？忙着呢，小周呢？小周呢？来了，快点，来呀！好了，知道了，来呀！孩子们，跟我念一遍：国家兴亡，国家
匹夫有责。匹夫有责。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小圈子，师傅，匹夫是谁？就是你。也是我。你坐吧。是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不分男女老少。这个词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国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家，我们都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可是我们都是小孩啊，也没有什么力气。小地瓜问得好。来，笔给我。你们看，这是一支笔。断了，是不是很容易折断呢？是。来，把你们的笔也给我。一个人给当然没有什么力气了。给。你们看，当所有的人站在一起，就不一样了。当很多人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有同一种信念，就会变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。什么呀？不知道。顺子哥来了。就在门口。信号肯定没错。孩子们，徐山来了，行动开始，走后门。走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老大，陈老大，不在，都出去了。快点，跑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快走啊！快吧！来，跟着，跟着。你又来了，孩子们呢？孩子们都来了。来喽！您还是按老规矩上。按老规矩，每周都上满。好嘞。哎，等等啊，等会儿把这个用肉包子装满，回头再走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徐山叔叔真好，他每次来，咱们都有一顿好吃的。哎呀，老板上菜。是蛇毒，可是没有蛇咬过的伤口啊。
这就是伤口。啊？太好吃了，这包子，哎呀，还要吃一个，还要这个。师傅，徐山快到了。不是，徐山叔叔从孤儿院出来就直接回警局了。包子来了！师傅，这包子还要吗？有。哎呦，哎，大爷，您倒是出点声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可是徐山让我送来的饭钱，每次都在这儿，他也熟了。他怎么没来啊？问他们。陈老大，孩子们都吃饱了吗？饱了。小孙子，到。撤。好，起来，外面集合。来，站好了啊！来，快点，站好了，笔记。立正，齐步走。1、2、1，香蕉苹果大洋芋。陈老大，徐探长没敢过来，他去孤儿院找您都是鼓起勇气去的。对，您不在，他的勇气就用光了，这不就让我们俩来了。他为什么不敢见我？因为这案子有点特别。对，特别。怎么特别了？你说。陈老大，这次有个杀人案，嫌疑犯有点凑巧。凑巧，是您。陈老大，喝水啊。哎呀，谢谢啊！您可来了，真想死弟兄们了。你辛苦了，看见您就见到主心骨了，大家都想您。你注意，快，大家想死你了！是，上火。哎，你慢点扇，你看这。来，我再给你点。再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老大，你都好几个星期没来了，是吧？继续，想死弟兄们了。继续，来。哎呀，老大，没事都来请。哎，对，舒服吧？干嘛呢？搞什么啊？懂不懂规矩啊？这么大人了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都懂不懂事啊？啊？是。程老大走了那么远的路，多辛苦啊！啊？是，我们错了。对。真是的，都没说给老大捶捶腿。徐山，你真是。老大，徐探长，来了，他已经从停尸房出来了，已经在路上了。赶快收拾！哎，徐山，怎么回事？总局派了个新探长，太可怕了！哎，你也是探长，你怕什么？哎呀，不一样啊！正啊！后去吧。啊，快，接着收拾！程老大，这是叫您进去呢。哦，放下。程老大，来这儿。
老大啊，您得把这个带上，他屋里没椅子。哦。哎，刚才那张牌呢？赶紧找啊！哎，快找！哎，找！程先生，好快的手啊！彼此。程旭，男，孤儿身份，进入龙城警局后破案无一失手，离开警局又自开侦探社，屡破奇案。1年前收手归山，用尽积蓄开了秋亭孤儿院。现在我是不是该叫你一声程院长？林作实，女，原名林秀玉，几岁我就不说了啊。从小开始穿男装，脾气古怪，极爱整洁，手里喜欢摆弄一副银牌，飞牌技术令人叹为观止。自从加入警界之后，从此打破女性只能从事文职的规定。身为探长，被称为白衣魔术师。现在，我是不是该称您一声林探长？看来程先生认识我哥，一面之缘。没入行之前，我就听过你的名字。当年全国警局做过探长排名，阁下被排在全国第2。没什么了不起，排名第1的可是令兄林寒玉。当时你和我哥谁排名第1争论很多，都觉得你们不相上下。后来还是因为我哥在北平任职，经手的案子更多一些，才把他放在了第1位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是什么样的家伙能和我哥相提并论？能和令兄相提并论的，自然是好家伙了，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如果现在搞一个孤儿院院长的大排名的话，说不定我能第1。程先生1年前涉及魏4一案，魏4、魏秋亭、周子元惨死，对程先生打击极大。1年的时间了，你难道还没有看开？林小姐从小样样比不过令兄，可偏偏什么都要和她比一比。她当侦探，而你也要当天下第1的神探，压过令兄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难道你也没看开？别提这些往事。是你先提的。好，以后我们都不提过去的事。成交。博物馆洪馆长，程先生认识吗？不熟。真的？程先生可能忘记什么事了吧？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？就在4天前下午3点半左右，洪馆长还在孤儿院门口和你聊过天。时间很详细吗？想起来了，
刚才是忘了，不是在故意骗我，对吧？不好意思，刚才我说的是不熟，不是没见过。事实上，在那之前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位洪馆长。那我就有点好奇了，没见过，他找你干嘛？程先生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我们认识吗？我是龙城博物馆的馆长洪泉。1年前，先生曾经追回闭馆失窃的康熙御用玉如意。哦，原来是洪馆长。不，程先生，请不要靠近我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不能让任何人看见我跟你接触过。很棘手的事。是。那件古董，价值连城。你怎么知道古董的事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哼，我只是孤儿院的院长。洪先生特意来找我，不是为了把儿子送给我养吧？那么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为了我以前的身份侦探，对吗？既然是找侦探，自然和案件有关。既然和案件有关，洪馆长为什么不去警局，反而来找一个收山1年的侦探？为什么？因为警局的人让您不放心。为什么不放心？除非你的案子和一笔高的可以让人丧失道德的财富有关。您是博物馆馆长，最有可能接触的当然是古董了。我只是随便猜猜，看来我猜对了。程先生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。你应该知道，我早不做侦探了。这次不一样，有关国宝。什么国宝？您在考虑我是不是可信？程先生，如果有一天我遭遇不测，程先生拿到包裹以后，请记住一句话：什么包裹？一花一叶一素一沙。您说什么？一花一叶一素一沙，就是这句话。拜托了。到底什么事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切记，这句话只有你知我知，任何人都不能相信，要小心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答应过洪馆长，不把他说的内容告诉任何人。一个根本没见过你的人，特地跑来告诉你一句只有你自己知道的话，你不觉得这听上去有些荒谬吗？何止有点，是很荒谬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直接去问这位洪馆长。医师，我当然可以问，可他已经没有办法回答了。程先生，昨天凌晨洪馆长死在你孤儿院门口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刚才你告诉我的。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就是第一嫌疑人？为什么？因为4天前我和他聊过天，因为他死在了我孤儿院门前。林探长，我杀了人，还非要把尸体放在自家门前，
就为这我是嫌疑人？当然还有别的原因。我在听。走吧。哎呀，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二位，是很关心的。我人还没到，这办公室就布置好了。呵，这是您的办公室啊，您的大名可响了。我早就听说您的规矩了。总局那帮弟兄一听说林探长您要调走，哎呀，笑得下巴都掉下来了。再笑你下巴就掉下来了。行了，既然这么关心，就一起走吧。去哪儿啊？逛街。逛街？带着嫌疑人逛街？哎，等等我。这就是洪馆长家。对，洪馆长家。洪馆长死在孤儿院门前，我们来这儿干嘛？对啊，我们来这儿干嘛？命案不止一起。程先生，请。老大，请。老大，林探长，请。老大，请。有人来找个东西。找东西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门都封得好好的，谁能进来呀？再说了，他是找什么呀？他们找的应该是一幅画。程先生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怀疑你是嫌疑人的原因。哦，我有在这儿写过到此一游吗？昨天凌晨我赶到这里，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4具尸体。怎么了？你压住尸体了。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程先生，这4具尸体嘛，有点特别。4个人从门口到屋里，死的时候手里都在忙着东西，面容还能保持安详。4人全是猴头一刀毙命，这能算什么证据啊？哎，难怪。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怀疑你了吧？老大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每个人都很安详，死的时候都保持着手里的动作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呀？
4个人都没反应，说明凶手只用了1刀。1刀，4个人全完了。好快的刀啊！这么快的一刀，龙城里几个人能做得到？不出3个。昨天凌晨，这3个人里面在龙城的，只有你一个。我和凶手交过手。你看见脸了吗？他戴着奇怪的面具，不过他手里使用的直刀和传说中的唐刀很像。程先生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就是唐刀高手吧？没错。你看，唐刀死亡地点能一刀杀死4个人的，只有你。你根本说不清楚和死者最后一次见面都说了些什么。我都觉得自己嫌疑很大。这程老大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理由啊。钱嘛。1年前，我创办了秋亭孤儿院，用尽了所有的积蓄，现在维持起来都很困难。人家洪馆长家底不错，杀人劫钱财，这就是我的动机呀。程老大，哎，老大，嘘，别说话。又怎么了？许晨，啊，你要不要站在我的角度看看这2具尸体？哎，不用了，你们看吧，我没这本事，我坐这歇会儿。又怎么了？许晨啊，你要不要站在我的角度来看看这2具尸体？哎，不用了，老大，你们看吧，我没这本事，我坐这休息会儿。那你饿不饿？啊？要不要去买点吃的？算了，老大，你们破案要紧，你们先破案，破完案我再请你们吃饭。可是我们饿了啊，要不然你辛苦辛苦出去帮我买点吃的？
哎呀，老大，这没问题，这太简单了。你们想吃什么，我全给你们记下来。过来。阁下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听，我刚才没有呼吸。可你隐藏不了心跳。哼，程先生的耳朵如同传说中的天通耳，本来我还不相信，现在看来真是名不虚传呢。那天晚上的是你。告辞了，啊！有人来了，守住门口！啊！你干什么？各位，后会有期。你没事吧？你是来找洪馆长的吗？我是他的医生。哦，他2天前就该来治疗的，但他没来，所以我就过来找他。他不在吗？他死了。哎！林探长，你估计徐山送那个昏倒的姑娘回去会发生什么情况吗？怎么？你是在怀疑我们警务人员吗？我是觉得那个医生，等徐探长回来就知道了。程先生，你还有时间关心别人，别忘了，你自己现在还是嫌疑犯呢。不是了，我程老大不是嫌疑犯了。难说。林探长，刚才那嫌疑犯你都看见了？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程先生故意安排洗脱嫌疑的同伙呢？林探长，你这话说的有点不讲理了。徐山，啊，人家说的有道理嘛。不是程老大他。林探长，之前认识洪馆长吗？不认识。徐山，啊，林探长来龙城是干什么的？我们龙城现在人手不够，总局调来给我们帮忙的。哦，洪馆长被杀是被谁发现的？就是林探长，他凌晨一到就发现了。不认识洪馆长，凌晨一到，不来警局，首先赶到洪馆长的家。林探长，未卜先知啊！你身在总局，怎么知道洪馆长要出事呢？然后就立刻赶到我孤儿院门前，你怎么会知道洪馆长要来我的孤儿院呢？总局神探白衣魔术师林硕石出道以来，屡破奇案，我倒是奇怪了，龙城缺人手和总局有什么关系？就算他们要派人来，怎么会放走你这么个大红人呢？难道他们傻了不成？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你更像嫌疑人。林探长，麻烦你帮我们解释一下来龙城的真正目的。
妨相信任何人。这件国宝价值连城，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。我无话可说。现在我们两个都是嫌疑犯，你没有理由再把我留下了吧？洪泉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他最近给我来电话，告诉我惹上了一桩不得了的大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和一件国宝有关。什么国宝？我不能说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件国宝是价值连城。我相信已经有人得到消息了。我给你的调动理由是协助龙城警局办案，那只是个借口。我明确地告诉你，你去龙城是因为整个总局我能信任的只有你。这一去必定危险重重，你没有后援，没有帮手，甚至不能让警局的人知道。所以这件事不是我的命令，而是我的请求。你可以不服从，林探长。现在告诉我你的选择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有责任保卫国宝。这就够了，明天我就出发。到了之后，你只能跟我单线联系，别信任任何人，也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。是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你确实需要有人帮忙的话，你可以试着去找一下这个人。程旭，你应该知道他，龙城第一神探，收手1年了。如果说龙城真的有人值得信任的话，可能只有他了。他知道国宝的事吗？不知道。不过洪泉好像很信任他，已经和他接触过了。这里面有详细的资料。林探长，请小心，拜托了。小地瓜，小地瓜，快走！邮政局送来，说是从这儿寄出去的，地址错了，退回来了。我没寄出过东西啊，也不是我。程先生，如果有一天我遭遇不测，程先生拿到宝锅以后，请记住一句话：程老大，哎，程老大，我怀疑这个林硕实是个挺可疑的，要不然你说他那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不解释呢？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，要不然您亲自出山查这个案子吧。我发过誓不再办案。哎，老大，这什么呀？谁给你的？可能是洪馆长。洪馆长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几天前，他就知道自己可能要发生意外。哎呦，那这可能是这重要线索，赶快打开看看吧。
是什么呀？这是洪馆长给您的，就一个石头。这破石头是不是有人跟你开玩笑啊？一花一叶一粟一沙。您说什么？一花一叶一粟一沙，就是这句话。拜托了。一花一叶，一粟一沙。什么？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对植物不大熟。这句话应该是源自佛门的禅语：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一粟装的3000界。您说什么呢？大象藏微，1粒小米内能藏3000世界。那么这一花、一叶、一粟都有解释。这一沙指的应该是这块石头了。既然一花一叶放大了看都有乾坤，那么这块石头放大了看，也应该有它的奥秘才对。你来看。哟，老大，这上面有字呀！这是微书，不用放大镜，你只会以为这是石头上的纹路。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。老大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也是佛门谚语：见山只是山，见水只是水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。不，老大，这绕口令他要说什么呀？又是一个谜题。谜题里面藏谜题啊！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徐山啊，我有一种预感，我们将会遇到更多的谜题，而这些谜题最后能解开的，将会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秘密。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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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开！快走开！走开！走开啊！咱走开！快！让开！让开！快让开！干什么？快让开啊！让开！让开呀！让开！让开！快让开！快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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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大哥，到了！大哥，到了！下车吧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！我还以为你死在我车上了呢。多少钱？哎，不要钱！不要钱！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没跑过这么快。我就是因为怕你死在车上啊！哎呀，大哥，你下来吧，我求你了，下来。小心！小心啊！行。哎，箱子，先走。哎，等，我多句嘴，小心啊！我前天送一个客人过来，这门刚一开，嗖，一个大花瓶飞了出来，紧接着一个拿刀的怪人出来就砍他，那个飞镖抓，然后是那个银牌唰，两个人在空中飞来飞去，然后嗖就跳走了。总之你小心啊！谢谢。走吧啊！走吧啊！
干嘛？跟踪啊！跟踪赵大爷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那赵大爷从师傅把他捡回来之后啊，每个月月圆都要跑出去，你就不想知道他去干嘛了？跟我又没什么关系。胆小你就别去。哎，去就去嘛。是我，师傅。好奇心不一定是好事。睡觉去。我不能告诉你我去干嘛。我叫洪城，家富士博物馆的洪馆长。进来吧。请，谢谢。刚回龙场？是啊，一直在外留学。刚才回家的时候，还看到了林探长。肺炎，比那严重的多。程先生，请您一定要帮我。这儿虽然是孤儿院，可你这个年龄的孤儿还是大了点儿。程先生，我是认真的，请您帮我找出杀害家父的凶手。那林探长有没有告诉你，我是杀你父亲的嫌疑人？就是他让我来找您的。拿这张牌去秋亭孤儿院，请程旭出山，
或许你父亲的案子会办得快一点儿。顺便告诉他，侦探才是最适合他的身份，他不可能做孤儿院的院长。我不可能是孤儿院院长。那隔壁房里睡的是什么？一群猴子？林探长的意思是说，您更适合做侦探。我适合做什么，不用他来决定。您愿意帮我找出杀害家父的凶手吗？年轻人，要说龙城警局里本事大的有林探长，要说分量足还有徐探长，没必要找我。可家父不止一次在信里说，您才是名副其实的龙城第一神探。龙城第一神探？哦。地上有钱。哪儿啊？我的，是我的。那只有你值班。你去把洪馆长的详细资料给我拿来。为什么洪馆长的儿子今天正好回来呢？这么巧。去拿呀。程先生，请您帮帮我，这对您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。我曾经发过誓，不再做侦探。我明白了。程先生，我想跟您打个赌，我在这里跪到明天晚上12点。如果12点之前您跨出这扇大门，算我赢，您出山破案；如果12点您仍然没有跨出这扇大门半步，我立刻起身走人，绝不再来麻烦先生。我为什么要和你赌？这是我为家父唯一能做的。夏姨。要不然你自己翻吧。我嫌资料太脏。夏姨。好。有收获。洪城。有意思。没什么吧？没什么特别的。资料上说，他10几年前去日本留学，今天才刚刚回来。太惨了，一回来就碰着他爹死。哎呦，可是这么晚了，根本就没有火车，而且今天也没有从日本回来的船。更巧的是，以前见过洪城的人，现在都不在龙城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怀疑这个人的身份。水挺烫的，凉了把手洗干净。老先生，
你也认识四爷？受人之托，替人上香。那我替四爷谢谢您。你和魏四救命大恩。老先生在敲什么？找东西。四爷，明天就可以为您报仇雪恨了。吃点东西吧。谢谢。其实是师傅让我给你的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这个赌局你赢不了，还是让你早点回家去吧。大哥哥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贵氏很累，我不想把力气浪费在说话上。顺子哥，我吃完了。好嘞。小地瓜，你怎么每次都吃那么慢呢？舍不得嘛，吃完了就没了。谁说没了？汤来了！好好好，来，别急啊，一个个来。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汤拿着，哎，你的啊。还有啊，哦，谢谢胖子。哎，师傅，来，你来给大家分汤吧。啊，好，你来吧。胖子，给我先给我盛啊！你先。别急。师傅，说吧。赵大爷还没回来呢，他每个月15都要失踪几天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我们要学会尊重人家嘛。哦，师傅，啊？苹果已经给他啦。哦。我觉得门口那大哥哥挺可怜的。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帮他？我可能帮不了他。你当然帮得了，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侦探，什么案子都能破。我现在是孤儿院院长，我已经不当侦探了。可我觉得你当侦探比孤儿院院长厉害多了。师傅，你还是继续做侦探吧。来，我呢只是一个孤儿院的院长，如果我再做侦探的话呢，只会破案抓人呐，你们连汤都没得喝了。那你们说说，哪个更有用啊？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汤有用。我今天就要。没问题，兄弟，我一定为你打造一把削铁如泥、
吹毛断发的宝刀。不需要。你说什么？真正的刀客自然会明白一力降十会的道理。一力降十会。真正的刀者，威力到达顶峰的时候，能克制所有技巧变化。我要的是返璞归真的刀，而不是花哨的装饰。先生，这个道理我是第一次听说。什么时候能好？晚上就可以拿到，在12点以前给我就行。来，先生，您先坐着等。先生，您打这么奇怪的一把刀，干什么用啊？杀人。恕我多嘴。恩公，今天晚上我就让程旭血债血偿。好，快点洗，洗干净点。喝了啊！快点洗，快点洗，好好洗，好好洗，好好洗。你怎么不洗啊？你也得洗啊！快去，去。哎呀，这样子把水打起来，你看这样啊，把手放在这儿啊，来，哎，你洗一遍。你怎么洗的？我洗的怎么样？对呀，啊，对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赵大爷回来了。哎，身上有好多土，你说他失踪一天，是不是去钻山洞了？我又不是老鼠。准备一下上课了啊！哦。昨晚上在魏四坟前碰到过人。哦，很不简单呐，身手恐怕比你还强，你要当心呐。来洗手吧。哎，他要是做菜比我好，请回来当个厨子吧。门口跪着那个年轻人好像病得很重，不用理他，晚上就走了。你不愿意出山，是因为当孤儿院院长好，还是在逃避过去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老赵头，每个月月圆的时候你出去，我问过你吗？没有。你希望我问吗？不想。我也一样，有些事儿我不想人过问。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谁呀？谁呀？啊？是谁叫这么大声？谁呀？谁呀？好，小顺子，到，准备，上课了。今天什么日子这么多人呢？老兄，你叫唤什么呢？我生病了，不行了！哎呀，求求你出来看看我吧！哎呀，哦，我站在这儿看得见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再不治就不行了，大哥，求求你了，哎，行好吧？你抬头看看。秋田孤儿院。对呀，这是孤儿院。孤儿院能看病吗？你呀，往街对面滚，左滚，再左滚，有家医院，马上就滚到了。滚吧，还看什么？滚呐！啊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，大哥，你出来吧，快出来看看我吧！哎呀，让开！王二华，上次你欺负我老婆，忘了吗？今天老子报仇来了！救命啊！
大哥，求求你，大哥，我快不行了，大哥！哎呀！哎，大哥，人都死了，你还不出来？闹够了没有？下次记住再做这事儿弄点猪血。人都死了，没血说不过去吧？起来起来，人大哥看出来了，快起来！是徐山让你们俩来骗我出门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两个一天到晚跟在徐山后边晃来晃去的，脱了警服我就不认识你们了。回去告诉他，骗人的活儿不适合他。是。行了，回去吧。等等啊！回去转告徐山，让他通知林硕石这2天小心点。是，哎，快走啊！回去怎么跟徐镇长说呀？废话了，走吧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这儿。我昨天就在这儿等你了。你知道我要来？我不知道你要找什么，可既然你没有找到，你肯定不会罢手，所以你一定会再回来。答对了一半。我昨天就知道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回来既是为了找东西，也是为了杀你。林探长，您就一个人在这等我，实在是太自信了。哼，如果我不是这么自信，你会出现吗？我倒觉得你太自信了。你肩上的伤好了吗？好，你们好啊！老板，来几个包子。好我还有事儿呢。来，给我。哎，徐站长，钱，这钱啊，钱是要给的，要给的。不是啊，这钱不够啊。啊？不喝茶了，改喝咖啡了。哟，老赵，生意不错嘛啊！托您的福啊！啊呸！托我什么福啊？你开棺材铺子托我什么福啊？真是的，你徐探长，徐探长啊！钱老板你好啊，徐探长，我们家小红啊，她天天的念叨你，她可崇拜你。大妈，我结婚1年多了，你别闹了。来我家玩啊！好，
记得来我家玩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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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夜的光太明亮，害怕被刺伤。回顾路上亮茫茫，心往何处藏？不敢忘泪两行，无尽的惆怅。如何去伪装？谁为我松绑？生命的无常，却为何刀兵相向？就让泪在我眼中流淌，何必在乎爱恨情长？好男儿该解救我的痴狂。纵然我留住热血满腔，让真情化成血在流淌。好男儿该解救昨日的伤。好男儿该解救我的痴狂。纵然我留住热血满腔，让真情化成血在流淌。好男儿该解救昨日的伤，解救我一生无伤荣光。